今天我们带大家来湘西这边看一个古朴的苗寨，整个寨子将近有60多户人家，大部分都是木房子，当然也有一些砖房。这边大部分的姓氏都姓吴，有的也姓石，还有少量的麻姓。可以看到这边都是老百姓的木房子，都是很旧啊。基本上这样的房子大概都是在3到40年前所建的。寨子里面还有那么几栋房子是在100多年之前建的。这个寨子据当地人说是非常古老了。最开始就是从几户人家慢慢的发展起来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湘西这边自古以来是非常贫穷落后的。在一些香港的电影里面呢，有湘西的赶尸，还有湘西剿匪记，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地方。其实在这样的大山里面啊，以前啊大部分的这个山洞啊都是住着土匪的。距离这个寨子不远处就有一处山洞是藏着土匪的，据说当年那边藏土匪呢藏了几十号人。其实当地的老乡呢搬到山里面来住，家家户户呢都是用石头的院墙垒砌的高高的。其实当年呢在村子里面住也是防止这个土匪过来打劫的。那我们继续往寨子里面走去看一看。老人家你好啊。你好。今年多大了？你在这边玩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也83了。83岁了。哦。你们这是一个原始的苗寨吧？啊，是的。你姓什么？你姓是东李。我说你姓什么？你贵姓？我贵姓啊，姓龙的。你姓龙？嗯。是的，我看你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木房子哦。啊。祖祖辈辈都在这边生活吗？是的。你从小是在这个寨子长大吗？啊，是的。是的啊。老人家已经是83岁的年龄了。其实他和我说苗话，大家听不懂。他告诉我说，祖祖辈辈都在这边生活。以前老一辈呢，也是为了躲避土匪而来到这个深山里面居住的。一住下来就是这样子，100多年过去了。他今年80多岁。以前小的时候记得啊，整个寨子里面有一座木门，全部给包围起来了，然后土匪呢就难以进来。老一辈的老人呢就把家里的院墙砌得特别的高，就从山里面来捡些石块啊，几乎把整个院坝砌得很高。土匪要去打劫的话是很难进入寨子，很难进入家门的。你看这栋房子，它的院坝基本上垒砌的石头矮墙都有1.5米高左右，基本上家家户户呢都有一个小院。而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整个寨子里面它的道路是非常窄的。如果你是进入这个小巷子之后，你是很难绕得出来，四通八达，每个地方就像一个八卦阵一样的，你走到里面你很可能就会迷路。所以当年土匪进入寨子之后呢，很容易就迷路了。像我们湘西这样的苗寨实际上是挺多的，基本上的一些房子建造风格都差不多，寨子里面修的路呢也是这样子弯弯绕绕。很可能一个外人你绕到村子的村中心，你走了一遍之后，你都不记得原来你来的路究竟是哪一条。现在我已经绕了好几圈了，然后感觉整个已经走到了这个寨子的一个中心位置了。我们从这边走过去的话，又是一个小巷子。你看这2户人家呢是紧挨着建在一起的。以前这前面呢是一栋木房，他把这个砖墙呢砌在这个木房的背后，用来挡雨的。这个和上面呢又是一个小巷子。你看这户人家呢把这个偏房建成这个砖结构的，其实上面呢也是一栋木房子。在这边走过去呢就是大山了。其实从航拍的镜头我们可以发现，整个寨子呢就像一个锅底，建在一个锅底一样的，四周呢都是非常高的大山。这边的海拔呢也差不多接近800多米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这个寨子。然后
整个寨子的最里面呢，有一条这个瀑布从山里面流下来，也是一个很深的峡谷，有一条小溪。每到夏天的时候啊，当地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到这个小溪里面去，这个乘凉避暑啊、洗澡啊、摸螃蟹啊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走过去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右手边的这栋木房子，它的外墙呢全部都是用那种小竹子编织的，然后上面呢涂抹了一层牛粪。其实当年建造房子不容易，因为在苗族这边生活呢，大部分的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，只能就地取材，去山里面砍一些竹子，然后当做这个木房子的外墙来这样子避风挡雨。其实这栋房子少说已经差不多有70-80年，接近100年左右的建造时间了。其实家家户户的小院都没有特别的大，只是一栋房子，一个小院子，看起来我觉得挺安静的。寨子的最深处呢，道路是越来越窄，你看这个几乎只能容纳一个人这样子走，如果是搬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，走路都不方便。在院门口呢，好多人家都会有这样的一小块菜地，这边现在已经空着了，基本上都没人在这边种了。这个寨子距离县城接近有60公里左右，距离镇上呢也有10多公里。平时这边的老百姓出行一趟是挺不容易的，现在是有了车，坐车还比较方便。以前走出去的话是早天还没亮就出门，天黑了才能够赶得回家。看这边的这个木房子的墙面呢也是这样子，用竹子编织，上面涂抹的是牛粪和泥巴。这个地基做的也是非常的简陋，看就是从山里面捡的这些石头给它垒砌起来做的一个房屋地基，从这块位置还流出了水呢。寨子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巷子啊，可看到我身旁的这栋房子，据当地人说也是100多年前建的。我们从这个房子的窗户的窗花可以看得出，看雕刻的还是非常漂亮的。现在这栋房子呢还住的有人，院子里面晒的有辣椒、玉米，那边还晾晒的有衣服。其实我个人啊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寨子的，我觉得住在这边特别的安静，而且空气又非常好。这边这个有好多年了？这个是200多年。你说这个也是差不多200多年。整个寨子最老的就是这2栋房子了。后头那个。后头哪了？我家后头那个。最后头还有一个。大概几百年？都是那么样。都是那么年。他们说200多。那你们这个房子就指的是有人住得起的？也没重新起新屋哦。做的是老古董了。它这可以做，拿得起。是的，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，200多年的房子还能够住人，其实拆掉又太可惜了，所以呢，自己一直都是住在里面，也没有搬走，也没有重新建房子。刚刚我们进入寨子的时候，就有老人家告诉我们，寨子里面有几栋房子，都差不多是100多年的这个建筑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。我在想，应该就是我前面的这栋木房子。他们说，院门口有石头垒砌的这个石头院墙，房子是3开间的平房，然后门前已经是长了杂草，说的应该就是这栋房子。以前这个寨子最古老的时候，就是当地的老人看中了这个地方，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小路进来，然后在这边呢就繁衍生息，建了房子，把当地的一些田土呢都给开垦出来，种了稻田，种了玉米，慢慢的一代一代的在这边层生活下来，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寨子已经发展成为50-60户人家了。
当然现在还是保留着原始的一些木房子。这栋房子整个外墙啊颜色都是特别的深，然后时间呢也是特别久了，上面呢写的有些字宽阔滚动，应该是小孩子学习的时候一时来了兴趣，在这边图画写了些字在上面的。看这边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大门呢是紧闭的，中间有6扇大门，平时进出呢就打开这个2扇大门就行了。一般中间都是堂屋，两边都是卧室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啊，它虽然外墙比较黑，颜色特别的深，比较旧，但是呢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它的装修还是挺不错的。整个1楼、2楼呢都用木板做了这个墙板，应该里面也是隔开了，做出了房间。以前这栋房子呢，住着一大户人家，然后这边也是因为在寨子的正中心，交通不太便利。现在呢，也买了一些小汽车，所以像这样的老房子呢，就给它控制出来了，就在最外面呢又修建了新的房子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像这样100多年的一些老宅，看着非常的可惜，但是当地人呢，就是因为交通不太便利，把它给留在这边，又重新建了房子。但是这样的老宅呢，又舍不得给它推倒，所以很多当地人，很多我们湘西这边呢，看到我们的视频之后，就叫我们去看看老家的房子是否有人愿意过来打理。像身后的这栋房子，他们都说了，1分钱的租金也不要，只要有人愿意在这边居住就行了。而且现在湘西这边呢，也完全的改革开放了之后，整个环境也好了许多，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土匪了。住在这边也是非常的安全，现在交通也便利了许多，只要自己有车，进一趟城里面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大家喜欢这样古朴的苗寨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